嗨，我是君宁，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每日10分钟，让你写字更轻松。欢迎在频道中和我一起学习哟！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超级感谢鼓励君宁。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吧。今天要来教大家写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呢不是那么好处理，可是一旦你懂得方法跟技巧，却又可以非常轻松的掌握，那就是画面上的草部。在这集影片中，我要教你草字头怎么书写，还要告诉你如何把草字头应用在字体上。在影片的最后，还会跟你分享一个草字头的字，但是你可能会非常的惊讶哦，原来草字头放在这个字里得这么写啊，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在画面上方有2个草部，上方的这个草部看起来有些呆板，笔画很僵硬，架构上面也颇有问题。而下方的这个草部呢，在笔画上面比较有粗细变化，在架构上面也比较掌握得当。那么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到底要怎么书写草部哦。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有效，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学吧。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草部的中间2笔竖画，它的笔画行进方向哦。它的笔画是从外侧往内侧做聚拢，所以在书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掌握这一个从外侧往内侧书写的角度。那我们先书写第一笔的书画咯。第一笔的书画，我们从外侧往内侧聚拢。接着我们要下第2笔的笔画了。第2笔的笔画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位置，要把第2笔的笔画稍微下降。我们要让这一笔竖画被切割之后，产生一个现象是上方比较长一点，下方比较短一点的状态。那么我们在书写第2笔的笔画的时候，还要留意竖画切割第2笔的笔画之后，这笔笔画外端要比较长一点，内侧要比较短一点哦。所以依据上面2个书写的架构原则，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从外侧一点书写进来。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上端长、下端短、左侧长、右侧短的现象咯。这个草部书写的很大，我放大书写给大家看，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看看哦。接着我们再下第3笔的笔画，第3笔的笔画是一笔横画，这笔横画我们可以沿着刚刚笔画的角度往上延伸，这是一个横画为上扬的趋势，这个趋势线可以让我们书写的时候字体的形状更加好看。再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笔竖画往中间聚拢，因此起笔的位置稍微往外调，那么结束的位置要往内像这样。这笔的笔画被切割出来之后，也会呈现上长下短的状态。那么刚刚第3笔的横画则会呈现中间短、外侧长的状态哦。草字头的部分已经示范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书写开始应用在字体上。我们赶紧接着看看应用在字体上时要留意哪些部分。我们学会了书写草部的基本概念，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个部件拼进字里面，做字体书写的练习咯。那我们先来示范草这个字吧。把草部先书写完，我们先写竖画，接着再写第2笔笔画，再写1笔的横画，接着我们写撇画。上方部件的要诀在一开始我们就说明过了，大家只要多多练习，就能在下笔的时候更有信心，也更知道笔画的摆放位置哦。接下来我们就要下一个中间结构的约。约字在书写的时候，我们可以略微上大、
下小一些。那中间的笔画一笔横画，记得均间的切割。接下来我们要再拉一笔长长的笔画，这笔的笔画是整个草字的主笔，所以我们会把它拉长一点。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竖画，草字是大致左右对称结构的字体，因此这一笔竖画的位置我们会笔直的下在它的正中间，像这个样子。这样子书写出来的草就会既好看又稳定哦。那么来观察一下整个笔画的结构，会发现它的间距分布大致相等，这就是均间很重要的概念哦。两个草部的位置往中间聚拢，这样子草字头的部分可以被处理的笔画更加集中，就不会有松散开来的感觉哦。那么如果把刚刚书写的这个笔画上半部的部分留着，那么接下来在下半部的部分我们换成一个大字，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字呢？那就会形成墨这个字了。我在书写墨的时候，一样会先长长的拉出一笔横画当做主笔，接下来我会在中心线的稍微左侧一点下竖撇，先竖之后再撇，这边我会做一个角度上面的弯曲。在这边这个角度呢，大家可以稍微练习拿捏一下，这边是一个圆弧状的感觉。如果你把它想象成这边有一块披萨，那么这一块圆弧状的弧就是披萨的其中一个弧度的部分哦。接着呢，我们再下点画咯。点画在下的时候有一点书写的诀窍，不要跟这个竖撇的部分粘在一起哦。我们会稍微空一点点距离之后再下点画的部分，这就是墨字的示范。草跟墨的上方长得都一样，但是下方配的部件不太一样，因此上方的草部会略做调整，去搭配下方的部件哦。而对于字体架构书写的说明，君令在15日美字养成班中有更系统化的教学，欢迎参考留言栏处的连结哦。接着我们要来书写芒果的芒，上方的草字头在书写的时候多多练习，很快就会熟悉草部的书写原则，那么你就可以快速的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字体上咯。那芒果的芒下方配上的是一个死亡的亡哦，王字上方有一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偷一下草部下方的空间，这个空间我们把点画藏进去，这样子笔画之间可以更加聚拢，看起来字体会更加紧缩不松散。接着我们要拉一笔横画咯，横画作为字里的主笔，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拉长延伸。接着我们要写这个部分，我会把它处理成这样，竖画跟横画。芒字的部分呢，我们在书写时要特别留意一件事，就是下方的这个空间，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两个芒在书写的时候不同的笔画长度呈现出哪些效果上面的差别。首先看一下左侧的芒哦，左侧的芒在书写的时候竖画写的稍微短些，那么下方整个空间就往上调咯。那么在这个芒字的书写上面就会感觉空间是切割比较平均的，有大致均间的感受。那我们再看一下右侧的芒，右侧芒在书写时这一段的部分我书写的稍微长一些，那么横画再补上来之后，这一段空间就变得非常的大。我们在书写字体的时候会很讲求留白空间的切割，如果你想要字体看起来架构是稳定的，那么空间的切割上就要尽量均等，让每一块留白的空间看起来差不多大，就像左侧的芒所呈现的效果。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空间感跟这边的空间感大致差不多，所以你会觉得左侧的芒在书写上比较稳定好看哦。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字，这个字也有草，但是在这个字里，草部要书写的高一些，也就是在这个字里，草得长得高一些哦。那是什么字呢？就是画面上的这个花字。像这个花字的草就长得不够高，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花字的草部再写得高一些，才能够让花字看起来结构上比较好看。那我们就来试着把它写高吧。首先下一笔的竖画，那我们就让它长长些，接着再下一笔的横画，再下一笔的横画，再下一笔的竖画，这样子草的高度才够高哦。接着为了凸显高度，因此撇画的部分跟竖画的部分，我们就稍微抓一下长度，不要太高。那么再写旁边的横画咯，接着要写竖曲钩，竖曲钩记得要长长的往旁边延伸出。接着我们再看花字的左侧是一笔的竖画，花字的右侧是一笔的横画。当我们左方有竖画，右侧有横画的时候，横画的下方必须要留一道空间，因此竖画的部分我们要拉长去书写。左有竖，右有横时，左竖要拉长哦。这个花字的书写小诀窍分享给你。看到这边还没有按赞的朋友，请为君令按个赞吧，给为你们辛苦整理写字技巧、拍摄影片的我一个鼓励。也欢迎你留言替我打打气，支持我继续创作下去哦。很好奇，正在看着这部影片的你，想改变字体的决心有多强烈呢？请在留言栏处写下“我想写好字”，为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着这个方向大步迈进吧。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我一起在频道中学习的呢？如果你在频道中挖宝一阵子了，你一定常听我反复在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写字方法架构真的很重要。方法架构就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工具哦。煮菜需要食谱，依照食谱料理就容易掌握味道。建筑需要蓝图，没有蓝图就盖不好房子，整个根基都会不稳。方法不只是技巧，更是一种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看到进步的路线图。依照方法就可以节省70%的摸索力气，把心力拿去享受写字的美好哦。欢迎你在频道中和我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更多系统化的精致教学都在留言栏处的15日美字养成班哦，赶快点击观看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